5000年，前皇汉武打下这巍峨江山，我大夏子民别的没有，只有祖宗留下的骨气。受死！再来！林凡，你的脊骨已经断了，跪下吧，投入神的怀抱，神明会让人类更加幸福。屠戮我的族人，毁坏我的家园，算什么神明？想让我跪下，你也配？凡人不自量力！再来！凡人尔敢！修拉战！做到了。哼，有点意思，可惜。凡人终究是凡人。这里是大夏最高指挥中心，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大夏最后一位守护者林凡已经战死，人类的希望于此刻灭绝。为了活下去，请抛弃千百年的璀璨文化，对神明恭敬下跪，主动成为神明的信徒。对不起。最后一次，祝大夏子民新年快乐！我们看这道题的解法。对不起，林凡，你居然上课睡觉！这是神明降临前的3个月，我回来了。发什么愣？我问你，近日海平面上升、气温变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明正在降临。林凡，你睡傻了吧？臭小子，你干什么去？我要去拯救世界，神明也好，恶魔也罢，你们够胆就来。前世我是大夏的战神，可现在我还是太弱，我一个人还不足以改变这一切，必须将这件事快点告诉高层。金明生，鲁州上将，也是第一个为护百姓战死的将领。今日我以枪炮迎神明，也只有他能带我见到国座。喂，老金，你果然还活着！不要推销。先别挂，叫金民生胸口有颗黑痣，肚子上2个枪眼，肩膀1个，大腿1个，全是边境摩擦留下的。左腿那道刀伤是你休假见义勇为被歹徒割的。虽然我不是年轻人，不懂网络，但也知道都是网上能搜到的信息。这推销员还挺用心的。好了，挂了，以后这个电话不要打了。等等，你麾下第2作战旅旅长刘梦发，全旅火力配置36门远程火箭炮，120辆主战坦克，各3套防空系3个作战。是怎么知道的？你到底是哪家的间谍？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我们以后会认识。你可以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当成神的预言。金老，您这是怎么了？没事，接了个有意思的电话，一个小子说自己是未来的神明，预言龟岛国7级地震，连伤亡人数都报出来了。神明？我倒要看看什么神明能扛得住我一梭子子弹。现在的年轻人真是魔怔了。就是，这都什么年代来了，还信神神叨叨的东西。金老，刚发的新闻，龟田国东部海域7.0级地震。龟岛国地震频发，不过是巧合罢了。是不是15人死亡，23人重伤？地震时间18点24。洪上校，1级作战指令，立刻锁定这个号码的位置，把这个叫林凡的小子给我请过来。让洪上校亲自出马，代表军方去请一个来路不明的年轻人，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这小子除了刚才的预言，还说了3月期满神明降临。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他的存在将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是，保证完成任务。高考就在眼前，你们儿子上课睡觉，翘课逃学，现在还敢满嘴跑火车，说什么3个月后神明降临？你们要是管不了，就直接领回家，别在班里带坏其他同学。是，老师您骂得对，是我们没管教好。小凡，快给老师道歉。林凡，你竟然还敢把手机带到学校，真是无可救药了。老师，这个电话我必须接，它关系到整个大夏10几亿人的命。你们看看他眼里还有规矩，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师？对，我是林凡。金老，我明确我的诉求，我要面见国座，
作为前置验证，我申请协调国家深海科考队对龟岛国刚才发生地震的震源马里亚纳海沟水深5564米处进行定点深潜探测。行啊，林凡，本事大了，张口金老闭口国祚是吧？校门在那儿，你现在就看看你吹的这些牛能不能变成真的。我把话撂这儿，要是明天你说的这些没一件兑现，你直接卷铺盖退学。司徒红，人类阵营最后战死的军神，我们又见了。别愣着了，去区里。林凡小友，你电话里说的探测队我都安排了，但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拿不出证据，就是扰乱军心，别说建国祚了，我更要按军法处置你。金老，我看这小子就是个疯子，什么神明降临，什么深海深海，全是他胡编乱造的。一个高中的学生，就是玄幻小说看多了，我看他就是来捣乱的。小凡同志，不是大家不信你，科学讲究证据，你说的太过危言耸听了，无稽之谈。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高中生，这样的人我见多了。现在深潜器到5000米了，再往下564米，你们要的证据就在那里。深海探测队全速下潜。这真的是神明的骸骨。八阶力量之神当年被夸父大神斩杀，扔在这里沉了3000年。金老，深海，刚才动了。就算海底有具骸骨，也证明不了有神明要降临。刚才的光，指不定是深海什么特殊物质反应。没错，除非你能拿出全天下人都看得见的证据，不然我们凭什么信你一个学生的疯话？小凡同志，单凭一具骸骨和未知能量爆发，确实无法完全证实你说的神明降临。实验室检测结果未出，所有推论都只是猜测。不用等检测结果了，你们想要证明，现在来了。那是什么？那到底是什么？天空异象，川渝、鲁东、峨眉、藏州同步发生。同步发生，无延迟。是真的，你说的一切全都是真的。这只是3阶海洋之神的凝视，3个月后他会亲自降临，踏碎我们的山河，屠戮我们的人民。林凡同志，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请您见谅。从现在起，泸州军区上下无条件支持你，维护大夏，万死不辞。立刻安排最高规格专机，我要陪陈院士、林凡即刻赴京面见国祚。冀州一高林凡见过国祚。林凡，证据和方案我们都看到了，今天叫所有人来，只有一件事：怎么应对3个月后的神明降临。国祚，我有话说。就算神明真的存在，就算这小子说的都是真的，论指挥打仗，论戍守边防，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不是戎马一生？他一个10几岁的学生，凭什么让我们所有人听他的？白将军说的是，他说的提案要征兵5000万，3个月要建2000公里的钢铁床墙，还要造什么弑神机甲，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现役部队才200多万，一下子征兵5000万，会直接拖垮整个国家的。还有他上缴国家的什么弑神屠魔功，3个月时间，普通人能练出什么来？凡人之躯，怎么可能打得过神明？是，纸上谈兵嘛，还是年轻啊。白战，川部军区总管，75年生人，18岁参军，身上25处伤疤，我说的对吗？我身上伤疤的事，他怎么知道？上一世，新纪元0007年，天空之神入侵，你率领川州子弟兵死守川渝防线，弹尽粮绝之时，亲自驾驶战机，带着核弹冲向天空之神，与敌人同归于尽。即使战至最后一刻，手里操纵杆也没有放松。黑州总管，上一世，凛冬之神降临，你带着3万黑州子弟兵死守山海关27天，冻成冰雕的时候，手里的枪还指着神明的方向。我叫林凡，上一世6星圣将，大夏战神，亚盟最高统帅。神明降临15年，
我在前线打了15年，杀过54位神明，见过无数战友死在我面前，见过大夏一步步沦陷，见过人类最终灭亡。我在这儿不为权力，不为地位，我是不想让上一世的悲剧再重演一遍。我的方案是我们唯一的活路。我恳请郭作，恳请各位首长成立大夏神明战争最高指挥中心，由我任总指挥长。我一定带着大家打赢这场神明战争。我宣布，从即刻起，大夏正式进入1级战备状态，向神明宣战。今天起，成立大夏神明战争最高指挥中心，林凡同志任总指挥长，统帅3军，调度全国所有资源。大夏境内无条件服从总指挥长的命令，违令者军法处置。是，林凡定不辱使命。总指挥长，一下子扩张20倍，营房武器、训练场地、粮草补给跟不上了。15亿吨特种钢材缺口，国内储备只有5亿吨，西方各国对我们启动全面制裁。钢铁长城和机甲研发就是无米之炊，还有全民工法推广。弑神屠魔功晦涩难懂，老百姓根本看不懂，更别说修炼了。万一练出岔子，全国都会出乱子。你们说的所有问题，我都想到了。今天颁布1号军令，不是让你们提困难，是告诉你们怎么解决这些困难。5000万征兵计划分3阶段落地。第一阶段，1个月内完成1000万退役老兵召回；第二阶段，2个月内完成2000万适龄青年征召，全国所有学校、工厂、乡镇同步设立征兵点；第三阶段，3个月内完成剩余2000万征召，完成炼体诀1阶普及。营房不够，全国所有闲置厂房、体育馆、学校礼堂全部临时征用；武器不够，全国军工厂24小时轮班生产，民用机械厂全部转产；武器不够，全国粮库、物资库优先保障征兵训练。钢铁缺口问题，商总管，你只需要做一件事，给自由国、龟田国、约翰国等所有钢铁出口国发采购函，钢材采购价在市场价基础上上浮30%，15亿吨不限量采购。总指挥长，他们刚对我们启动制裁，怎么可能卖给我们？在他们眼里，我们建长城造机甲就是自耗国力，他们巴不得我们把国库掏空。你只需照做，他们会抢着卖给我们。陈院士，你牵头组织全国顶尖的中医武术教练，3天内把弑神屠魔功拆解成图文视频，绝不让一个老百姓练错。同时成立专项研究院，我给你设计图纸、核心参数，所有科研院所由你调度，尽快完成刑天号机甲下线，保证完成任务。1号军令从即刻起生效，所有部门无条件执行。是。总指挥长，还有一件事，国祚为您召集了大夏所有古武世家的传人，一共37人，现在都在国府会客厅等候，您要不要见一见？这可是弑神军的尖刀，我们去见见。什么狗屁总指挥长，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也想号令我们这些练了一辈子武的人？什么神明降临，我看就是拿我们寻开心。王门主稍安勿躁，时代变了，连热武器都打不动我们，恐怕去了也是送死。我修了40年符法，连一张引气符都画不出来，更何谈是对抗神明？阿弥陀佛，神明若真降临，自有天意定数，我等凡夫俗子岂能与天争命？你就是那个总指挥长林凡，想让我们给你卖命，先拿出点真本事来，别光靠嘴皮子。3月之后神明降临。好了好了，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来的时候，警卫员说的耳朵都快出茧子了。说再给我5年，就算是神明，又怎能入我大夏半步？星夜，重生又见了，你可是第一个为大夏战死的守护者。那一夜，群星坠落，末隐星落门彻底陨灭。我练了30年的形意拳，还不如对着这桌子开一枪的威力大。所以，我们怎么跟神明战斗？就指望我们去送死吗？小友莫多想，他也并无坏心，只是他练拳多年，却无修身养性的法门，所以脾气难免暴躁了一些。现在时代变了，老夫也曾苦练轻功，年轻时也曾做到古人说的日行800里。但你听说过高铁吗？我苦练20年棍法，和别人比拼棍法，最终输给了看门的保安，那家伙竟然用电棍。所以啊，武学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杀人技，最多算是一种强身健体的技艺罢了。我们真的帮不上你什么，更何况对手还是神明，我们何尝不想为大夏出力？可时代变了，我们引以为傲的武学在现代科技面前不堪一击，更别说去对抗毁天灭地的神明。有点意思。怎么，你在笑我们？喊我们来就是为了看我们出丑的？我不是笑你们在科技面前不堪一击，而是笑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的武学有多么厉害。小友方才可是武学，敢问小友修炼多少岁月才达到如此地步？没修炼多久，大概修炼了2天2夜。我修炼30年形意拳，12形融会贯通，哪怕是虎鹤双形都做不到这一步。你只用2天2夜。
这是大夏推广的弑神屠魔功，它并不是武学，但却能收领空气中散乱的神力入体，为自己所用，挖掘人体的潜力，超越人体的极限，最终让人有对战神明，甚至斩杀神明的可能。你说的天地间的神力，难道是？没错，就是你们道家的日月精华，儒家的佛力，武门的内力。原来如此，多谢总指挥长点化。一身浩然气，可引天地法。原来如此，祖师爷的机关术需内力驱动，难怪我始终无法复刻。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们的武学真的能斩神？是真的。上一世你以星落斩劈开暗月之神的神格，是大夏第一个以凡人之躯斩落神明的英雄。现在各位可愿学此功法？总指挥长，之前是俺王虎有眼无珠，俺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这功法您一定要传俺，俺要用这双铁拳砸烂那些狗逼神明的脑袋。道门上下愿入弑神军，以古法护阵，为总指挥长冲锋陷阵。佛门弟子愿入弑神军，以降魔棍法斩尽邪魔，护我大夏。儒门愿入弑神军，让神明见识见识书生的浩然气。墨门愿入弑神军，定让神明见识我墨家机关术的厉害。墨影星落门愿入弑神军，10步之内必斩神首。我八卦门愿为斥候，我太极门愿为盾墙。我等誓死追随总指挥长，护我大夏，斩尽神明。从今日起，你们便是弑神军尖刀营，我林凡在此立誓，定待各位护我大夏，斩尽神明，不负先祖。总指挥长，成了！各国同意出售钢材，15亿吨已全部到港。好，通知下去，钢铁长城全线开工。30国的军舰正朝着大夏逼近，他们只是军演，谅他们也不敢动手。弑神机甲研究院传来消息，首台制式弑神机甲刑天号总装完成，所有核心零件100%国产。那刑天号就交给你了。定不如使命。总指挥长，紧急情况，长城第7飘段地下300米处，位置能量反应突然暴涨，喷出大量黑气。形意门弟子截虎行阵，狗屁狮王，有本事冲你虎爷爷来！锁灵阵起，王门主，我来助你。阿弥陀佛，邪魔歪道也敢在我大夏国土放肆！浩然天地，正气长存，区区湿邪也敢撼我大夏山河！墨家机关术，让你见识见识祖师爷的厉害！狮王将臣竟然提前苏醒了。他杀了那么多战友，杀了我们华夏的人民，不可原谅。狮王将臣，你无故屠戮百姓，今日我司徒侯以大夏将士之名斩你于此。战刃！给我碎！蝼蚁，给我死！掩护队长，火力掩护！而敢！锁灵阵起！恩惠不沾，光明普照，护我众生。佛光阵起，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
浩然正气，机关锁。总指挥长，不好，力量要失控了，管不了那么多了。上一世我护不住家国同胞，这一次谁犯大夏，我斩谁！这是什么？这是狮王力量源泉，魔种，谁愿与它融合，执掌降臣之力。让我来，神明降临就在顷刻，我愿意为大夏融合魔种。魔种智慧，触之成魔，道门道力破万法，何须邪魔外道，自能斩神护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让我来吧。佛门慈悲度世，金刚降魔，心有菩提，便无惧邪魔，无需沾染着施惠本源。如门降心浩然气，丹心破万邪；末门降心通造化，机关定乾坤。末引星落门，身法极致，刀快胜雷霆，刃可破神格，也不需这魔种。总指挥长，这魔种我王虎要了。形意门练的是外家筋骨，走的是刚莽杀伐路数，这魔种的力量，在你手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你做的再好，世界仍对你凉薄。你守着光明，光明从来没有眷顾过你。跪下认我为主吧，我能给你力量。黑白正邪由你说了算。没事的，他想获得降臣的力量，就必须靠自己的意志力战胜心魔，外人跟外力帮不上半分忙。林凡，林凡，刚才为救我，327名兄弟战死，我的战友现在剩下不到30人。你明明有战力斩杀他，那个时候你在哪儿？这是怎么回事？他这是踏上军神的成神之路，他以透支30年寿元的代价提前觉醒，成神后他用神力裹住热武器弹药，就能弑神杀敌。总指挥长，30国联合逼我们签割地协议，大夏必须立刻付清3倍钢材款，不然就可让卢董散绳，否则我们的坚江全线开火，踏平你们的鄱昌城。你们没有任何资格和我们谈条件。来了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这就是大夏那个什么中指挥长，是来给我们下跪头衔吗？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我大夏国门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想让我们签割地协议，你们也配？Bastards! Bastards! I'll make them pay for this! Give me the casualty report. I'm launching a counterattack. 总指挥长威武，大夏威武！今日我不斩人，谁敢再提割地2字，谁敢再踏我大夏领海一步，下次我斩的就不是船了。总指挥长，出事了！30国联合舰队封锁了我大夏所有出海口，来逼债了，还逼我们要签割地协议。这群洋鬼子，趁火打劫，真当我们怕了他们？他们不是要钱吗？可以，上总管，立刻清算我们持有的所有自由国国债，按照实时汇率，全额抵扣15亿吨钢材的所有欠款，多出来的部分让他们用黄金、原油、军工机床补齐。对呀，我们手里握着自由国万亿国债，他们要是不认账，自由国的国家信用直接崩盘。我怎么没想到这招？就按总指挥长的方案办，立刻通知央银行、财政部同步操作全球公示这笔债务抵扣。我倒要看看自由国敢不敢不认。金老传令3大舰队全军主力即刻出征，赶赴领海。那30国舰队肯乖乖认账还好，若是不认，直接扣下他们的舰船抵债，保证完成任务。Call this Emre Giggard! That was Frick to own his call!
我是大夏5星上将金明生，奉总指挥长的命令，来跟你们清账抵债。相关文件早就在全球公示过了。No！ 大夏什么时候有这么多的账件了？我们要是不认账，自由园就彻底崩了，立即撤退！债务抵口生效。目标大夏，抓捕他！这是异能觉醒，要定位这个女孩，封锁消息，她的能力能为我大夏所用。早就安排下去了。龚书明已经前往江州城寻找这名女孩了。小丫头，别跑了，乖乖跟我们回凤凰社，不然今天就让你横尸街头！救我！有人要绑架我！小姑娘别怕，进来，我们保护你。举起手，抱头蹲下，否则我们就开枪了。警局就算是大夏军部来了，也拦不住我们凤凰社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你觉醒了火焰异能，最适合我们凤凰社。我们会抽干你的血，做基因研究，让凤凰社再次伟大。住手！哼哼，大夏的机关术有点意思，但赶坏我们凤凰社的好事，死！简直是废物！接下来我们可要认真了。那就让我来见识一下你们有多认真。够了！竟然是金属性的异能者，怪遁术！你受伤了，让我来保护你。天赋不错，不枉我们找你，先解决他。你们知不知道有句话叫做“有朋自远方来，必诛之”？你是谁？敢管我们凤凰宫的事儿？我劝你别多管闲事，不然连你一起杀！杀我大夏景元，犯我大夏疆土，你们该死！别怕，安全了。你愿意加入弑神军吗？总指挥，你拿着刀吓坏人家小姑娘了。有些时候，你杀一个人，更多的人能够活下来。我愿意。你直接前往弑神军报道，加入弑神2队。4名高阶异能者全死了，在大夏境内，我要他死！在大夏境内，大夏传令下去，所有在外的凤凰社成员全部集结，我要让整个大夏为今天的事付出代价。这是凤凰社的犯罪证据，敢公然对我们警署动手，以大夏名义发出红色追杀令。明白。道长，你刚才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你。未来神明降临后，凤凰社不管自己百姓死活，搞优胜劣汰，扔了自己人，自己快完蛋了，到我们大夏国门求避难。我们好心放他们进来，他们却跟神明暗中勾结，反捅我们一刀，害得我们丢了6个省，6个省的百姓全没了。这次任务很简单，杀人。具体是谁？所有人，凤凰社成员一个不留。星夜负责暗中潜入，莫不知负责左侧入侵，道万千负责右侧入侵，龚书明负责从后门突破，杯柄负责封堵所有退路，确保无人能趁乱逃跑。总指挥你呢？我这人一向讲究礼数，自然要光明正大，正面叩门。先不打了，狮子，你去看看外面。怎么不打了？大夏的人还能追到这里？这里可是我们的大本营。嘿，小家伙，你是迷路了吗？那个，你们愿不愿意死一下？我帮你们。我看你是来找茬的，去死！狮子，你是谁？敢杀我们凤凰社的人？大夏向你们问好，犯我大夏者，虽远必诛。滴血，大夏来复仇了！闯我凤凰社，卑鄙的大夏人，你们会为这次的偷袭付出代价。有点意思，是金属属性的异能者，小心身后。与其使诈，不如乖乖跪下求饶。
发警报，让你们凤凰社的人都出来。这里是总部，你现在或许能跑掉，但你既然让我发警报，那就如你们所愿，今天你走不出去。大的胆子，擅闯我凤凰社，格杀勿论！弑神军第1小队，战斗开始！银河，锁灵阵起！在那边，兄弟们给我上！残从即于府，开国何茫然？难于上青天。这些大夏人真是太过分了！我们只是派4个人去他们那里抓几个异能者，他们竟然就杀了过来！等着吧，回头我要亲自去大夏复仇！是大夏佛门！阿弥陀佛，佛佛慈悲。诸位实力不错，我很欣赏。这些废物死了也就死了，只要你们加入凤凰社，我既往不咎。我大夏讲究一个列祖立宗，道爷我可不想死后葬在他乡。道家秘法，九阳地火。孤身转战3000里，一剑光寒19州。区区宵小，不过如此。这家伙竟然能凤凰涅槃，还杀不死，怎么感觉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是凤祖，我大夏的万凤之母。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自由国这些家伙曾经窃取了大夏的国宝，拿走无数文物，而凤祖就是被他们窃取过去的。关世明，你忍一忍，我承受了千百次的基因实验，才掌握了这股力量。是你们害我每涅槃重生一次损耗10年寿元，你们也配踏足我自由国？哼，简直不知死活！乖乖自废修为，像狗一样在地上趴下，我便留你们一条贱命！呵呵。这家伙不光杀不死，而且使用出的凤祖力量太恐怖了，我们要坚持不住了。只有逆行弑神屠魔功透支潜力了，先度过眼前再说。弑神屠魔功逆行，想杀我？这可是来自你们大夏的力量，不死不灭，涅槃重生。阿弥陀佛，如本大夏国运所化，为何对大夏之人出手？我佛不许！麻烦你们多杀我几次，重生后的我只会更强。弟子道万千，恳请祖师天雷助阵。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再杀呀！再涅槃一次，我就到达神级了。如你所愿。第9次涅槃，我燃尽90年寿元，力量已踏入神级。如今你们拿什么跟我斗？这家伙借凤祖之力要成神了，我们撑不住了。总指挥长，快走，我们给你断后。大夏积蓄1000年的杀气，融汇于这一刀。
斩他！够了！燃尽神魂的垂死挣扎，蝼蚁也想撼神。大夏千年英魂在此，所有杀意我一力戒之。窃国运者，死！我不死不灭，现在该送你们上路了。不，你是谁？滚出我的身体！宵小蛮夷，乱我大夏气运，对阴魂出手，也配称神？凤祖归位了，恭迎凤祖归位。不，我的神力！所有单位注意，全力围捕大夏入侵者，格杀勿论。快上车！完了，我们被包围了！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啊！大夏的人听着，投降不杀！我去引开他们。开火！大夏海军奉令，接我国公民回家。谁敢开火，即刻开炮！终于。欢迎英雄回家！欢迎各位英雄回家！你们为大夏夺回国宝，大夏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这件国宝关乎国运，被自由国窃取，才有了他们的兴盛。今日我交给国祚你，至宝归国，大夏从此国运昌隆。恭迎凤祖显灵，恭贺大夏国运昌隆。我乃大唐武皇，大夏护国朱雀，见过今日大夏之人皇。见过凤祖。大唐不在，华夏仍在。好，好一个盛世大夏！我愿再护大夏5000年。天佑大夏，国运昌荣。林凡，你看看，我们找遍了大夏，弑神军已经扩编到第25队了。各位，欢迎加入弑神军。我知道你们心中有畏惧，有紧张，毕竟我们要面对的是高高在上的神明。我们身后是大夏14亿同胞，是5000年文明。从今日起，我们同生共死，犯我大夏，虽远必诛。犯我大夏者，虽远必诛。这些都是尘封的国宝骨器，有了这些国宝骨器，可以让我们的实力更上一层楼。有请凤祖唤醒国宝骨器器灵，助我们一臂之力。上一世我守护不了家国，这一世有先辈护佑，有袍友并肩，还有国宝骨器在手。神明若来，我必斩之。总
总指挥长，大事不好了！陈老，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们研发的神界频率转换器接收到了神界的信息，国座下令由你代表大夏，明日下午3点与入侵神明进行全球直播的第1次对话。我知道了，我会准时参加。会场里各国记者全到齐了，全球直播的机位都架好了。你拎着这把刀干什么？你把刀放下，要上台了。林先生，会场禁止携带违禁品，请您将武器交由我们暂存。发布会结束后，我们立刻完毕归赵。这不是违禁品，是弑神君的武器。弑神君，刀不离身，没人能保证神明不会突然降临。前世我卸下了防备，让神明杀了无数和我并肩的兄弟。这一世，刀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从现在起，弑神君全体成员剑斧上殿，暂拜不明。多谢国座。无妨，我大夏也是时候该亮亮刀了。这小子真扛着刀上台了。大夏开国至今，没人敢在这会场带着刀讲话。各位对我带刀上台，想必很好奇。我带刀上台只有2个原因：其一，弑神君，刀不离身，时刻要护大夏周全，应对一切突发危险；其二，今日我大夏亮刀。频率锁定，通讯建立。是躲在门后的蝼蚁们在倾听本神明的声音吗？神明还是如此的傲慢。你好，我们是生活在蓝星上的人类，请允许我们用神明来称呼你们。我们总指挥代表大夏所有人，期待与你们进行友好和善的交流。跪下！如果你们对大夏抱有恶意，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大夏不惧怕任何敌人，哪怕是神明。很好，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有骨气的蝼蚁了。游戏开始了，记住，是你们先挑起来的。这就是你们的态度。我们抱着十足的诚意而来，你们连半分交流的余地都不留。你会对踩死一只蚂蚁抱有诚意吗？余地，我让你们跪下，就是全部的余地。难道你以为我们会任你宰割？跪下高呼我的神明，奉上灵魂和土地。大夏不会跪，人类也不会跪。我在这里等你，赶来就让你知道，凡人之躯也能比肩神明。国座，总指挥，大事不好了！陈老，慢慢说，出什么事了？刚才他的通讯让神明锁定了我们的位面，降临要提前了。是我的错，我让大夏失去了宝贵的准备时间，请国座枪毙我。陈老，不是你的错，这件事也不全是坏事。国座，之前尚有民众心存侥幸，妄信神明，如今举国皆醒，这次交流换来同胞同心聚力。我有一事向国座请命，我要带领全体弑神军即刻前往西域雪山。所谓何事？杀雪人一族，取天山雪莲，此物能补全弑神军受损的根基，终有一日，我大夏人人皆可战神明。前世神明气息唤醒雪人，他们屠戮了无数的大夏百姓。这一世，我不能让悲剧再发生。所有人携带高爆炸药和2天口粮，随我登山。所有的高爆炸药全部集中在这里。这山壁后面隐藏着传说中的生物天山雪人，这些东西以人肉为食，前世他们趁神明入侵，以大夏为狩猎场屠戮百姓。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洞穴炸开之时，火力覆盖洞穴的每个角落，不让他们醒来。弑神军成员做好战斗准备，火力输出停止时，随我和未倒下的雪人对战，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为大夏而战。
物的味道，可真是太好了！吃掉它们！仆人们，跟我去狩猎！各特战小组，火力全开！食人者，人恒食之，这是大夏对你们的回报。人类是我们的食物，咬断他们脖子，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不要出现火力输出空隙，这些家伙一旦跑掉，百姓就会遭殃。来呀！你们这些畜生，也敢说大夏是你们的土地，也敢把大夏人当成食物！老子退一步，算老子输！哈哈，传弱的人类，你们天生就是我们的食物！弑神军全体成员，随我入洞，斩杀雪人！斩杀雪人，一个不留，一个不留！我要光！阿弥陀佛，这些畜生真是该死啊！他们竟然把附近镇子上的百姓抓来当储备食物。喂，你们怎么能杀雪人啊？糊涂啊！这种人类祖先进化的分支是比大熊猫都珍贵的国宝啊！一定要抓活的带回来。我大夏需要这种国宝吗？从科研角度来说，这个种族的确很珍贵，但我更想要他们的标本。林凡，杀光他们！今天我大夏不讲什么仁慈，就是要灭雪人族！道万千，放箭！小心！我来！血红，统计人数，汇报伤情。报告：56人轻伤，12人重伤，3人死亡。带我去看看。我们本就是大夏刺向神明的利剑，每个人都有死的准备。怕死的，退后一步，转身离开，退出弑神军；留下的，继续战斗。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机会，选择吧。我们愿与总指挥共进退。很荣幸，我能与你们成为战友，与子同袍，为大夏而战。与子同袍，为大夏而战。弱小的食物，你胆敢杀死我的同类？弑神军，杀！诛仙斩妖，舍生取义。记住我们的名字，大夏弑神军。司母鼎，弱小的食物，我要你们死！不可能，他明明才被强制唤醒，还没来得及吃饱，怎么可能承受得住天山雪莲？谁说我沉睡的时候没有进食？食物
也可以是同类呀。承认自己是食物吧，弱小的人类，我就会让你活下去。大夏人永不会屈服，我虽死，意志犹在。几欲垂死，依旧心念大汉，匡扶大汉，傲然不屈，乃大丈夫也。忠义乃为将之本。我武圣关羽，若有传人，应当如是。小子，乘我之力，斩此宵小。小子林凡，多谢武圣借刀。杀一插标卖首之徒，无妨。话说你虽弱，却颇有几分我兄长模样。今日起，你便是我的传人，可持此刀入我沉睡之地。是想赐我武圣3刀，温酒一盏？你这小子怎知？我有幸与您并肩作战，可惜那条路上的我不够强大。大丈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纵身死又何妨？小子，这一缕残魂给不了什么，但作为传人，你一定要守住这天下。小子记住了，向您保证，有我在，大夏永无入境之敌。送别大夏武圣。这次战斗是弑神军第1战，之后的战斗，敌人会越来越强大，我们也只会越来越残忍，残忍到那些神明听到我们的名字就瑟瑟发抖。这是。这家伙吃下了天山雪莲，要尽快从他血液里分析出雪莲的成分，大规模生产，提升士兵的战力。普通人连面对那些信徒的资格都没有吗？没有。喂，钢铁长墙完工，准备迎接神明。林总指挥，国座，您怎么能来这儿？这里是前线，太危险了。我是大夏国座，跟战士并肩守国门，有什么不行的？可您是大夏的定海神针，您万一出半点差错，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我虽然不是君王，愿为亿万百姓守这道门。从今日起，所有大区级领导随我在城墙督战，城破同死。神明赶来，我必斩之。金老，跟我再去检查一遍全线火力配备，每隔50米搭建一处临时躲避区域，防护巨浪。同时，城墙下的所有排水口必须用沙袋进行加固，防止海水倒灌。大口径火炮每隔50米布设一门。RPG 备弹每一处战斗区域不得少于100发。大型海兽必须用重火力清剿，防空火力网再加密，既要击碎袭来的海浪，也要防备海洋之神和会飞的海兽信徒。如是到全部门人，明日就会抵达长城协防，要给他们留出作战位置。弑神军各小队分散到2000公里战线，负责清剿人鱼信徒。那海洋之神本体交给我和弑神军第1小队。怎么把他给忘了？我再查一遍部署，你提前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蜀山求援。出山吧，张剑神。大夏需要你。我不下山。为什么？剑道无情，大夏兴亡与我无关。我养剑心，不涉世事。你回吧。刀是不错，可现在的你还打不过我。堂堂总指挥竟然弯腰求人，不嫌丢人吗？如果只是为我自己，
我宁折不弯。可为了无数同胞，我愿意弯，甚至愿跪，请剑神张峰出山，抗击神明。剑道无情啊！这家伙还真是死心眼儿。终于走了。什么？所谓剑神，不过是个未战必失的胆小鬼，也配谈剑道？时机未到，贸然出剑，功亏一篑。成了！实验了3天，幸不辱命。陈老让我们每天必须睡3个小时，他自己却3天没合眼了。送陈老休息，醒后立刻给他注射药剂，他对大夏很重要。还剩3天，施工工人立刻撤离，战斗人员就位，开始模拟演练，各部有序进行天山雪莲药剂注射。大夏这群蠢货，竟然真的为了一个谎言去耗空国力建城墙。首座，大夏急电说神明降临提前，大概率会降临在我们的海岸，让我们做好准备。 Sad， 这就是个阴谋，传令下去，国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些想迎接神明的，也不用拦着，立刻联系和我们交好的各国首座，我要开诸国大会。3天后，神明降临。从现在开始，大夏每天进行3小时演练。我宣布，钢铁长城第1次对抗神明演习正式开始。神明来袭，火炮打击部队火力全开。导弹部队集中打击海兽信徒后方神选者所在区域。A 区完成 ，B 区完成 ，C 区完成。空中单位火力覆盖。蝼蚁竟敢渡神！诸神之意，此位面必须臣服，尔等皆为祭品。敢犯大夏，这便是神陨之地。本次演习结束。谁提议攻打大夏的？提议的是您。这是阴谋，不要中计。没错，不能中计。我们凡着肝，好好迎接神明。就算神明降临，也只会灭了那抵抗的大夏。好，好。准备战斗。凡俗之民，奉上信仰，可免一死。臣服，融入我神域吧。阿西亚去了别处，你们归我所有，必为我信徒。检测到强大能量波动，强大力场出现，距离海岸100公里。它在飞速靠近，时速500公里每小时，距离海岸90公里，预计10分钟后抵达。最后10分钟，我知道大家怕，但我见过更可怕的：父母惨死，同胞被屠，国土沦陷。这些我绝不会再让它发生。此战，神明进行。各位，我林凡与子同袍。若我身死，只求来世再战一回。此生不悔入华夏，此生不悔入大夏。神明已至长城10公里处停下，一级警报。真是可怜，弱小的人类可怜到寄希望于这么一堵一碰就倒的墙，可笑。卑微的蝼蚁，跨越位面与我对话的是你们吧？如果你再进一步，将视你为宣战。
你们跪下！我大夏人别的都会，唯独不会跪。你敢渡神，接受惩戒吧！如果想活，现在跪下！不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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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跪！那就如你们所愿，全部碾碎！开炮！神明入侵大夏，大夏人没有以枪炮迎神明。开火！真是该死啊！那么战争开始了，信徒大军何在？机枪小组开火！这点力道不够挠痒，凡人的玩具毫无用处。机枪牵制，诱敌靠近，导弹战机，重炮部队准备。各区准备就绪，开火！凡族玩具也敢在神面前放肆，不过如此。专门为你研发的延迟追踪，还满意吗？神明！你们真是该死！全体下前，分散以小队形式前进，避免被对面激活。巨鲸族挡在前面，剑鱼族从两侧迂回绕过城墙。章鱼族紧跟巨鲸族之后，用触手扫飞侧面射来的炮弹。你来指挥，不能让他们冲上来。神明交给我。哈哈哈哈哈！你小看我，老子我拿枪的时候，你还在喝奶呢。往前去。弑神军第一小队，上来！所有人躲避海浪，10秒全部进入庇护区。神明也不过如此，崽子们，开炮，让他们见识一下我大夏男儿的血性。报告，海兽已经下潜，他们在海水中冲来，我们看不到。责令陈岩和科研团队立刻开启声纳系统，5秒内提供对焦单元。是。声纳已经开启，对焦单元收到。重炮一队已完成对焦，正在调整炮口，但就看我们的火力猛还是他们速度快。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谁要是打得好，老子生他的钱！是，开炮！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犯我大夏者，虽远必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斩！上！10步一杀！敬业！不敬神明，死不足惜。小心！凡俗蝼蚁也配逆神？
喜欢耍剑是吗？那就看看神明的剑如何。不要！仰不配天，俯不蹭人。猴子量力！只剩你一人，也敢拦神路？阿弥陀佛，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夏国土，寸步不让！蝼蚁就要有蝼蚁的觉悟，跪下臣服，我可以饶你不死。大夏人只跪天地祖宗，不跪神。城墙将破，大夏将亡，你的坚持毫无意义。信仰我，我会治好你，赐予你神力。甚至城破后，我可以让所有人活下去。小子，跪3天的劲儿哪儿去了？我来了。张峰前辈，你终究还是来了。时候到了，剑该出鞘。你是谁？区区凡人也敢挡神明的路？蜀山张峰，请神明示剑。我卖养剑997年，只差3年便可成就剑仙境。可剑藏于匣，终是废铁。我辈当拔剑杀敌，弃剑仙，守大夏。这一剑为大夏！蝼蚁，看我挡下你这一剑！愧对师门，不愧大夏。剑仙威武，大夏威武！剑仙威武，大夏威武！你们阻我进阶之路，今日我便以神之名判你们举国皆诛！凡人，对不起。大夏境内，神明尽行。我说过，你跑不掉。
动海洋神殿的人。该死，消耗太大了。林凡，我神力不多，我知道，剩下的交给我，你去深海护住星夜、道万千他们。放心，你不过才进阶1阶神明而已。如果在上一世，你连和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老伙计，再随我斩神！修罗神术，无尽修罗斩！大夏的刀如何？主神不会放过你的，我还会复活归来，到时候定要碾碎你守护的大夏。那我会骗过死亡法则，拘走你的神魂，让你永世不得超生，为我所用。你刚进阶修罗神，怎么可能会？因为前世我曾向所有神明宣战。有了这些，大夏又能多一位护道神明。杀了这些人类，为神陪葬！司徒红，所有人听令，入大夏一步者死！就算是蝼蚁，也不是你们能欺辱的。大夏人，以枪炮迎接神明！金老，已锁定5名神选者位置，可即刻击杀。就这么让他们死了，太便宜他们了。在咱们清完所有海兽，再送他们上路。記憶に刻んでくださいよ。And all putting Airy Gas cereal. 愚蠢的大夏人才会与神为敌，神明若来，必有恩赐。神明，是神明降临了，欢迎神明大人。信我者得恩赐。你们愿献上虔诚，信仰我吗？愿意。既然奉我为主，全部跪下。愿意。妈妈，为什么要跪神？你们的灵魂是我进阶的养料，你们的土地将成我的神域。大夏说的是真的，神明是来入侵的。跪下！你们沐浴荣光，却失信神明，那就迎接神明怒火吧。我们错了，大夏是对的，我们没有准备，我们本来有机会的。征服这片土地！是我，哪里跑？这本来可以避免。
初就不该不听你的，移民自由国。金金山最后一班机5分钟后起飞，大夏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同胞。我不是大夏人，你们先走。闭嘴，走。只许行政要员和亿万富豪登基，其他人滚开。一个一个来。证件丢了，唱国歌就能登基。我白战最后一个走，绝不留下一个同胞。快看，那儿还有飞机没有起飞！快！同胞登基后，自由国老弱妇孺可优先上机，我们能救一个是一个。将军，我妻子不是大夏人，嫁入大夏就是大夏人，立刻登基。将军，我们是机舱人员满了，变得拥挤。所有士兵，包括我，进货舱优先保民众。我们来掩护，你们快走！此生不悔入大夏。亲爱的大夏，我来了。主神有令，凡此位面的灵魂与土地，皆归海洋神殿所有。封死网上所有信息，切断西海岸全部信号。政要和财阀都撤完了吗？已全部安全撤离。首座，只是那些普通百姓。底层蝼蚁，现在也顾不上了。立刻释放核弹，以及打退那个神明，把他赶去大夏去。我们要让大夏也尝尝损失惨重的滋味。是，我立刻安排。做好了，下次选举你依旧是首座。做不好，你该知道后果。是。激活800枚核弹头，无差别锁定西海岸200公里范围，准备发射。首座，这会让数万还活着的百姓全部丧生。况且1000枚核弹才能击杀神明，800枚只能将他重伤。不是杀了他，明白？我要的是把他赶去大夏。执行命令。执行命令，激活800枚核弹头。军方掩护我们撤退了吗？万岁！为了自由国的利益，800枚核弹即将覆盖西海岸。为了自由国再次伟大，接受你们牺牲的命运吧。自由国疯了吗？他们用800枚核弹和100万国民换取他们眼中最小的损失，但我大夏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大夏人，任何一寸土地。国座，前线战况惨烈，第1小队几乎全军覆亡，您还是先去后方躲避吧。大夏古有天子守国门，今日我张茂远便与将士们共存亡，城在人在。可恶的蝼蚁！海洋神树，海洋守护。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我们好像杀死了神明。他怎么能死？我要他活着去大夏。这件事你自己去跟纪事会解释。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大夏人。可恶的蝼蚁竟然不顾自己同胞的死活！你们的国家抛弃了你们，信仰我，我赐你们重生，带你们复仇，入我神域，得享永生。信仰你，我们要复仇。等我先去大夏吸收神魂，再来复仇。首座，好消息，那个神明没死，他恢复之后朝着大洋彼岸的大夏去了。哈哈哈哈哈哈！太好了，立刻给纪事会报喜。最后一个海兽已被清剿，我们赢了。新纪元1月1日，我们以举国之力顶住了神明的冲击，杀死了神明。战斗统计完毕，
5000万士兵阵亡100万人，弑神军25支小队，3支小队覆没。但他们守护的区域没有一只海兽冲过城墙。大夏赢了吗？各位，大夏赢了！大夏赢了！大夏赢了！给你们最后5分钟，回家看看吧。18年后，我们再并肩。要照顾好你妈妈，要守护好大夏。3日后举行国丧，将他们的名字永远刻在钢铁长城之上，让他们亲眼看着大夏山河无恙，永世长安。刑不如命，大夏在外所有公民全部安全撤回，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国座，这怕是会落下话柄。我大夏人总不能见死不救，等风波过去再送他们回去。我大夏连神明都不怕，还怕他们自幼国不成？报告，检测到神明级能量反应，正以急速向我大夏海域冲来，是另一位海洋之神。自由国核爆之后，这股能量消失了一段时间，预计1小时抵达龟岛国，2小时后到达我大夏海岸。自由国的核弹量足以击杀神明，他们故意削减当量，就是要把神明赶到大夏。这群白眼狼，我这就去把那些救回来的自由国人全赶出去。冷静。算计我们的是他们的高层，不是这些被抛弃的普通人。林凡，你去哪儿？神明将至，多说无益。传令，未受伤战士立刻休整，伤员全部下撤。弑神军与各门弟子抓紧调息。我与司徒红、张峰马上要恢复神力，各位不必紧张。这一次，大夏有3位神奇，能杀一个神明，就能再杀第2个。终有一日，诸神会知晓，大夏是神明禁区。这怎么可能？神明已经从东海登陆了，我们根本挡不住，士兵去多少死多少。蒲大哥，我是小龟啊，神明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您一定要帮我呀！办法倒是有，我们用800颗核弹覆盖了西海岸，你要是能接受，我就帮你。别，大哥，还有别的办法吗？没有，不过你放心，这神明就是路过，目标是大夏，看不上你那弹丸之地。八嘎，平日里弟弟长弟弟短，真出事了就不管我们，早知道我们就听大夏的了。首座，神明要是横穿了我们的国土，沿途百姓将全被淹没，国土会损失大半。立刻联系大夏，他们能挡住神明，一定能帮我们。大夏人那么善良，不会见死不救。可是我们和大夏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肯定忘了过去的事，快打！国座，是龟岛国首座的紧急来电。大夏国力有限，无力相助。你再问问你那个自由国大哥。大夏国座，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的国民都忘了，求您帮帮我们。你说错了，有些事我们大夏人永远不会忘记。当然，这次拒绝你们，实在是我大夏自身难保，只能在精神上为你们加油。这是先辈用鲜血守下的家，就算是死，也要守住。这龟岛国真是无耻，平日里跟着自由国针对我们，现在出事了，倒想起我们了。首战告捷，但第2位神明将至，未受伤战士立刻休整，医护组转移全部伤员，弹药组全线补弹。我们这里没有伤员，都活蹦乱跳的，再打3天都没问题。我举报，班长腿被海兽咬了，他骗人。抬走！我不能走，下去输血。这群小子没有我带，他们不行了。别藏了，这不是最后一仗，大夏未来还需要你们建设。我们3个都只是1阶神，如今状态未复，再对付3阶神明，
怕是有点吃力呀。别紧张，最难的时候我们都挺过来了，而且我们不是3个人在战斗，那家伙睡了这么久，也该醒了。谁？先不要分心了，全心恢复。我们现在是所有将士的主心骨，要挺住。神明距离200公里，20分钟内抵达战场。卑微的蝼蚁，准备迎接神明的怒火吧！最后5分钟，准备战斗！各位同袍，能与诸位并肩，是我林凡此生之幸。随我，刀斩神明，死守大夏！齐齐！你放马过来！3道神奇气息。1阶剑神、军神，这领头的少年究竟是什么神职？神明距离100公里，远程火力集中打击。军神之力倒是不俗，可惜只是区1阶。犯我大夏者，为神一诛！同为神明，不如我们合作。这个星球对半分，你亵渎神灵的事，我可以帮你瞒下。海洋神殿也不会追究。少妄想了，这里可是我们的家园。你肉身成神，这个位面竟然出现了肉身成神者！阿希尔。你杀了阿希尔！大夏剑神张峰，请神明示剑。大夏剑神张峰，请神明示剑。哼，这就是大夏的剑，不过如此。这一剑不错，但还不够。那再加上1刀，如何？大夏林凡，请神明示刀。你到底是什么神职？要是我，就不会关注这个。大夏军神司徒侯，请神明示枪。海兽会撕碎你们身后的家园，你们还有时间和我僵持缠斗吗？就算有军神神力加持，我40万信徒也不是人类能挡住的。哼，你们真不去救？谁说我们只有3个？难道还有人？阿希尔，助我！不对，城墙上的头颅不是你的吗？神明，吃我3神一击！
你等位面怎么会有修罗神？小子，这是你逼我的！成神不易，却为蝼蚁而战，在诸神眼中就是耻辱。你可能不知道，人类的灵魂是多么的美味。凡人之躯，妄想比肩神明，可笑。修罗神能束缚神明灵魂，但如果修罗神死了呢？你说的对，不过我也喜欢束缚你的灵魂。跪下，我可以饶你不死。我们大夏人腿不好，跪不下，再来。为何还要拼命保护他们？值得吗？哪怕成神，我依旧是大夏人。他妈的金老，和我覆盖吧，大不了天地同寿。我们死无所谓，会波及百姓的。王虎，是王虎。这股气息比之前的将臣强了何止100倍。林凡，你确定那还是王虎？是他，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在跳，他的灵魂正在燃烧。装神弄鬼，等我碾碎这3个，再去宰了这藏头露尾的东西。当我者死，这一次我要你形神俱灭。来呀！什么？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什么？别怕，上面说了，这是我们的战友。这是魔道成神，不可能！这个位面怎么会有魔道成神者？王虎，你小子真的做到了。他是来帮我们的。这股气息虽然狂暴邪恶，但却隐隐透出守护之意，我感受到了。又多了一个能打的。林凡，你手下都是什么怪物？不是怪物，是大夏的兵。兄弟们，撑住，他马上就来了。那小子成了！金老，那到底是什么？是我们大夏的第4位成神者王虎，他成功了！第4位成神者，王虎是那个主动要求如何魔种的战士，他挺过来了！兄弟们，我们也得给力啊！那股气息比主神还要可怕！不可能，主神是4阶。混蛋！你们在怕什么？我是4阶神明，我是你们的主宰。我醒了。大夏王虎，请神明赴死！血魔，主神明令禁止魔道成神，你们竟敢违背神谕唤出血魔！他不是被豢养的，他是为大夏自愿成魔。王虎，饿不饿？饿了，那就开饭。谁愿成为恶魔？时
物！大夏王虎，请神明，赴死！神的荣光将照亮一切。说到底，你也不过是3阶而已。我看你能污染多少海水，画出多少血海，而我有整个海洋作为后盾。我身后是整个海洋神殿，你的身后有什么？他的身后是整个大夏。乘风！王虎，跟我回家吧。食物，小心！现在最有营养的食物是你。别逼我，王虎，你冷静点。林凡，你用刀刃啊！你在等什么？他已经疯了，他是血魔，你还不赶紧诛杀他！是我赐予了他恶魔种子，是我将他变成这样的。跟我回家吧。我想起来了，总指挥长，我是王虎，我是为了大夏成魔，我不可能为了血液就对总指挥长，就对大夏同胞下口。这次我要回家。魔魂反噬，你也给我出来！真险啊，差点被这家伙干死。一起上，我带你回家。回家！你敢杀我！杀我！诸神必降天罚！我本来也没想杀死你，我只是想吃掉你。不可以！你吃了我，死神大人绝不会放过你！你不是挺想喝大夏人的鲜血吗？现在你不再是地狱的恶魔了，欢迎回来，大夏之魔。回家吧。别紧张，他现在是为大夏而战的魔。林凡已经助我把那家伙吞噬了，我勉强能驾驭这股魔性了。是时候回家了。回家！总指挥！20万战士死伤10万，海兽只死伤了5万，战况不利。加大火力，让弑神军和门人弟子找机会后撤，给我们使用重武器的空间。这些海兽信徒变得更加凶悍了。坚持住，总指挥会回来的。给我们的主神殉葬！没事了，因为我回来了。总指挥长回来了，我们能坚持住了。主神啊，请倾听我们的祈祷。你小子总算回来了。你们的神已经死了，跪下！出来吧，让你的信众看看。不要杀我，我愿意成为你的奴仆，为你而战。
跪下！赢了，走吧，我带你回家。回家。总指挥，旁边有异动。爸妈，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凡凡，你可吓死妈妈了。好强的恢复力，竟然都开始自行恢复了。爸妈，你们先回去吧，过段时间我再回家。总感觉凡凡忽然就长大了。星夜，在手术室快不行了，没有人能联系到他的家属。跟我走吧，你的命数已尽。你不能带走他！你能看到我？我张成风自幼学医，苦学18年。这些孩子是为了守国门被神明杀死的，去他妈的生死由天！这里的每个伤员，你一个都不能带走。我是来自死亡神殿的行走死神，你凭什么阻止我？就凭我是大夏首席医生，就凭我是大夏一家门主，就凭我这一生救活过82236名患者，死神也得在我面前低头。我赢了，他活了，那你就代替他走吧。住手！他和这里所有的伤员，我保了，今天一个都带不走。你怎么能灵魂出窍？是修罗神旗！大夏之内神明进行，也包括你们死神。够了，你收割灵魂的时间延迟8小时，滚！天道有生死，医者有仁心，吾将毕生功德医道传承于你，愿你不必生死。凡大夏子民有难，皆可伸手相救。3个月后，3位海洋之神降临，1位6阶，2位5阶。我们要加固扩建钢铁长城。时刻准备着！3000万自由国灵魂链的修罗军，不用吃饭，不用休息，有他们在，长城加固扩建工程能提前完工。大夏必须赔偿1万亿自由币，否则我们将联合所有国家实施全面制裁。大夏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的？半小时后开第2场发布会，把矛头对准林凡身后的影子，再通知各国首座，我们要联手制裁大夏。大夏必须赔偿1万亿自由币，否则我们将联合所有国家实施全面制裁。是无耻的大夏人联合了神明，我们牺牲了西海岸，他们的国土却1寸未损。这世界哪由得你们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你们的子弹太弱！可恶的大夏，可恶的林凡！首座，现在国际舆论全在骂我们，欧方诸国也开始动摇了。不列颠那边发来密电，说要重新考虑同盟关系。启动第2计划，让大夏内部的钉子动起来。那个血魔不是最好的靶子吗？把血魔王虎的事情闹大。你敢入侵自由国？现在可是全球直播，你们大夏难道想与全世界为敌？正好让全世界看看真相。啊！你别白费力气了，我们已经屏蔽了这些虚假内容。没关系，用大夏的卫星。信号恢复了。你这是在污蔑我们！我还有更多证据，比如你们核爆前就断网的记录，比如记事会提前撤离的航班信息，需要我一一放出来吗？再抹黑造谣大夏，我拆了你们的白色宫殿。这是2尊海洋之神的神火，能让9品以上的水系异能者成神。我们要有自己的海洋之神小队。总指挥，有件事。说。王虎他，士兵们怕他，说他是血魔，金老派人把他看守起来了。他自己也主动要求搬出军营。你们在干什么？谁让你们看守他的？报告总指挥，奉金老命令看守血魔王虎，防止他暴起伤人。看守？
他的确是血魔，但要不是他，长城已经破碎。他是大夏的功臣，是大夏的英雄，让金老来见我。你受委屈了。他们怕我很正常，我现在这个样子，谁看到都会怕。正常个屁！记住，你虽然是恶魔，但你的血依旧是大夏人的血，你是大夏的英雄。不怪金老，就那些士兵能看得住我，金老只是做个样子给外人看。王虎是吸血的恶魔，大夏必须清除恶魔。我大夏人羞于和魔为虎，处死王虎。有人在带节奏，这些网红查他们的资金流水，和境外有勾连的全部逮捕。明天国丧，我要为王虎证明。你爸妈，我帮你照顾，这长城，我替你来守。儿啊，你埋在哪儿，哪儿就是咱家。为离我们远去英雄践行。逝者已矣。县的边境藏州随时会有状况。3个月后，第2批3位海洋之水会降临。我们要在3个月内扩建加固钢铁长城，大夏一步不退，保证完成任务。3月之后，长城屹立。我宣布，林凡今日起为我大夏第1守护者，司徒红、张峰、张成峰、王虎分别为第2、第3、第4、第5守护者。大夏将设守护神殿，陈设5位守护斩雕像，受万民敬仰。我大夏的守护神怎么能是血魔呢？这些人收受资金，故意扭曲事实，抹黑王虎，试图挑拨矛盾。原来是自由国的阴谋，我们都错怪了王虎了。叛徒，走狗！战士们在拼命，你们在后面捅刀子。叛国者依法移交司法，从严处置。为牺牲的100万英雄，也为被你们伤害的守护神王虎，我宣布，大夏钢铁长城第2期项目正式动工。100万鬼秘正在集结，目标漳州，要调兵过去吗？普通士兵对付不了鬼秘，吸血鬼只有特殊力量才能杀死。郭作，我需要调集所有门人弟子和弑神军成员，立刻赶往藏边高原。那海上怎么办？万一海洋神殿再次降临，所以我会留下一些弑神军精锐，我和其他人全部西进。好，我立刻下令。尊敬的公爵殿下，我们自由国献上最美的女子让您享用，请感受我们的虔诚。我们龟田国愿意当您虔诚的信徒。诸位，最多1周之内，你们区域内会有一个传说中的诡秘生物吸血鬼德古拉大公恢复实力。我大夏愿意派遣弑神军，将其扼杀在萌芽中。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主动帮忙，他们还不愿意？因为弑神军太厉害，他们害怕我们入境之后威胁到他们。算了，我们守好藏边高原，等德古拉恢复实力后，只能和他的吸血鬼军团正面打了。此乃天意。吸血鬼德古拉将会从藏边高原入侵大夏，我们要去藏边高原的3个边防哨所驻扎，我们的身后是百姓，我们不能输。守卫国境。白起将军，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独自战斗。弑神军一分为3，我司徒红、张峰各带1队，驻扎312、313、314哨所。领命。领命。通知陈老调植物学家和20吨大蒜过来，我要在这喜马拉雅山上建大蒜大棚。吸血鬼不怕十字架，不怕圣经，他们怕的是大蒜。要不一会儿去喝啤酒去，正好看看新闻，说什么吸血鬼大公要复苏，大夏这不是吓唬我们吗？可不是嘛，全是危言耸听，哪有什么吸血鬼的嘛？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真是笑死我了！居然说有吸血鬼！小哥哥，你很帅哦，去我家喝杯咖啡，我家猫会后空翻。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德古拉，欢迎加入我的世界，你将被我赐予永恒的生命。大夏说的是真的。去吧，去散播黑暗。等到我们壮大起来，大夏有更多的人口，那里将会是我们的天堂。
首座，这是防晒美白。首座，您看看他们的脖子。吸血鬼而已，我们有军队，有教廷，不需要大夏帮忙。布里市确实出现了吸血鬼，但我法棍国必胜。请大家相信法棍国的实力，我们不需要大夏的援助。他们真觉得自己能搞定？他们不可能搞定，但会把德古拉往我们大夏赶。既然他们要引过来，那我们就接着。这雪山就是德古拉的埋骨之地。10分钟后火力覆盖，给你们投降的机会。看来人类察觉到了我的归来，这个世界确实不一样了。开火！热成像上再无任何生命迹象。我们已经彻底消灭了吸血鬼。食物链是不可违逆的。当老虎归来，侏罗就算进化的再好，也只是侏罗。干杯！为了接下来的盛宴，光明照耀，黑暗不得近身。你的光明救不了你，你的虔诚对我毫无作用。女儿，快跑！我不信光明了，我才是我的光明。雷神的后人才1阶而已，你的血更加甜美了。经过我们的殊死搏斗，吸血鬼已经撤退。根据情报显示，他们正往大夏方向移动。我法邓国危险正式解除了。法干国宣布已经成功打退了吸血鬼的进攻。法干国怎么就打退了吸血鬼？他们没有赢，应该是与吸血鬼做了交易。肯定是法干国告诉德古拉，大夏有10几亿人口，而且大夏不会在自己的国土上用核武洗地。一个不会放弃国民的国家，对吸血鬼的吸引太大了。那些吸血鬼的速度5天就能跨过整个西欧。通知金老调10万士兵，所有库存大蒜全拉到山上来。大家吃好，声音再大一些，一定要让吸血鬼认为我们是玩忽职守，肆无忌惮地冲进来。来，干！踏平3个哨所，大夏子民都是我们的养料，上！大蒜，好重的大蒜味儿！大夏人的口味太重了。动手！你们的武器对我们没用。要是所有武器都抹了大蒜呢？大夏之内，神明进行。什么？这只是德古拉的血之分身。大夏还真是准备充足啊，不过来日方长。哼，撤！大夏让你走了吗？杀不死我的！
1000年前东方武神未曾杀我，就凭现在的你们，神医一脉能救人，就能杀人。修罗神，你要是炼化了大夏这14亿人的灵魂，神界必然有你一席之地，但你却选择为他们而战，真是愚蠢啊！道是退让，是无为。道爷我悟了，道不是退让，道是诛邪的剑。剑来！成神了。写多少字都鼓不住大夏。谁说书生就手无缚足之力？这才是儒门祖师爷传下的真谛。我今当以金身愿力，摧破诸魔，令众邪伏诛。人类真是有无限潜力啊！一眨眼就多了3个1阶神明，那么你们的血我也笑纳了。他们太弱了，看最后一眼吧。很快，你守护的大夏什么也不剩了。我白起回来了，我的大秦可一统天下否？从来只有我大秦横扫6国，哪来的蝼蚁也敢踏入吾大秦之地？当吾不在了是吗？好久不见，且与我为大秦再战。怎么会是他？他也醒了。终于来了，这一世，我有和你并肩作战的力量了。敌人已死，吴王，您看到了吗？就这点本事吗？不可能！哼，你永远杀不死我。对了，斩首、大蒜、阳光对我无效，那些弱点是我故意散播的。别费力气了，我是杀不死的。那我就和你同归于尽，请你和我一道赴死升天！你这个疯子！我不入侵大夏了，放过我！入侵大夏，少做梦了！后辈们，帮我告诉吾皇，我从未怪过他。给我开！白起，这话你自己去跟祖龙说，你只管压制住他。这一次，我与你并肩战斗，与子同袍。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记住了，大夏境内神明尽行。不过，你没有来师了。吃吧5阶巅峰。这种伤我知道，活不下来。给我个痛快的，为大秦而死，快办！你这个伤可以治，我给你缝合一下就行。真的？贯穿伤而已，只是看着严重，随便找个3甲医院就能缝合。要不我还是帮你了结吧。那句话我会转告祖龙的。我觉得我还能救一下，那句话还是我亲自和祖龙说吧。这一世，白起没死，血族没踏入大夏一步，历史被我改了。我大秦的长城就是奇迹，你们这些后辈
怎么还敢说建出更壮丽的长城？这是我们大夏的钢铁长城，这还只是建好的4000里，还有14000公里正在建设。什么？那我引以为傲的大秦长城，在这钢铁巨兽面前算什么呢？没有大秦，就没有如今的大夏。后世的长城，比我大秦的壮丽多了。别动，这是德古拉，灵魂已被我砍碎，这身体只要吸血就能愈合，搅碎掺进水泥里，钢铁长城就算开裂，淋上海兽的血，也能自行愈合。这可真是个宝贝，有了它，钢铁长城只要不被一次性击碎，就永远不会倒下。快送到实验室，通知各建筑队准备接收血族牌水泥，跟头牛一样，2天后就能下地了。但恢复巅峰实力得慢慢来。这后世真的还有人记得我？后世如何评价于我？秦国白起，世人称你人屠，也叫你杀神。整个战国战死200万人，你占1/2，但也因为你大秦一统，是你杀出了第一个大一统。你以杀止杀，视为杀神。以杀止杀，视为杀神。他们真的这么说我？除了当年的吴王，这后世真的有人读懂了我？以后还是叫我大夏之镰吧。为了大夏，我愿意再当一次镰刀。都好好养伤，3天后我们去砸场子。砸什么场子？诸神盟。砸场子，算我一个。记住了，我们是去上课，不是杀人。记住了，记住了，上课嘛。我以前也喜欢给40万赵军上课。你一个练剑的，怎么看起诗来了？我发现这诗里面有一种剑意，说不出来，但读诗的时候剑气就跟着动了。这是李太白的剑道，每首诗都给我背下来。莫不知，给他再找300首诗，背不下来你就揍他，我允许的。我是剑客，凭什么要被逼着背诗？插播一条国际新闻：法冠国官方宣布，在德古拉复苏的事件中，以布拉达小姐核心正式组建诸神盟，号召欧方以苏醒的诸神血脉神意加入。目前，大不列颠意面国西班牙已纷纷响应，暂定3天后，诸神盟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届时全球直播。诸神盟的口号是以神明之躯护卫弱小人类。诸神盟创立初衷的确是帮助人类抵抗神明，但他们打着以神明之躯护卫弱小人类的口号，就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当他们发现入侵的神明更强，就会毫不犹豫倒向神明那边，成为我们的麻烦。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们萌芽的时候，碾碎他们的骄傲，给他们上生动的一课。做你该做的，无论什么时候，大夏就是你的后盾。这次是法官国邀请我们去观摩，但我们刀要带上，子弹要上膛，时刻准备着，准备着。不知道诸神盟中的神医们刚刚聚在一起，就要遭受身经百战的弑神军打击，心理上能不能承受得住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奔流，奔流到海不复回啊！对，奔流到海不复回。大风，大风！那些神医的血是什么味道？此行只给神族后裔教教人情世故。大夏已回复，他们的守护神会来观摩。一群凡人靠运气成了神，即便斩过海洋之神，又有什么资格和拥有高贵血脉的我们相提并论？还自诩守护神，猪鼻子插大葱，真装大象啊！一群东方的杂神，大家不必放在心上。我们的宗旨不变，以神明之躯护卫弱小的人类。大夏总指挥林凡一同前来，是时候彰显我诸神盟的力量，逼他们俯首称臣了。规格真高啊！哼，这么热情。
弑神军要上了。